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教大家一个强壮我们的心脏，完全打开手臂上面经络气血的一个好动作。这个动作非常的实用，而且非常的简单。像如果你感觉经常这个手上发凉，手上没有力气，摸一摸自己的这个大臂的这个外侧感觉里面有一些小疙瘩、小筋结的，都适合去做这个动作。而且做完以后你能体验到一种非常神奇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感觉这个心脏仿佛真的被强壮了然后泵血能力变强了，气血推着往我们手心上面去涌，是不是真的这么神奇呢？如果你跟我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记得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视频转发和收藏下来。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动作。这个动作叫做空撞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手你看这样交扣在一起，然后把我们的整个这个掌腕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大鱼际和小鱼际相连的这个地方给它撞击其实做起来是这样的看看大家听这个声音那么我们做的时候，你会感觉你能这个手臂上面是有一种震荡力往回去传，同时做完以后哪怕你就做了5、6下，你能感觉这个气血被推着往前走。好，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那刚才大家都看到这个动作，我们正常做的时候是手臂往前伸不是这样手臂往前伸，这样只是给大家演示。往前伸以后呢，大家看手臂你看一扣，然后呢，让2个我们手腕这里撞击在一起，看1、2、3、4，大家听这个声音大家可以看我手臂抖动的一个幅度大家看我手臂抖动的幅度大家能感觉出来你自己去做，你会有这种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你做几下，这个手上面就开始酥酥麻麻的，然后气血往前涌，手掌上面发热，有的朋友额头和后背还会出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动作真的非常的锻炼人我们做的时候记住了，这个手臂尽可能的往前伸直，并且让它我们整个大臂和地面保持平行，就这样伸起来你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把这些细节掌握好，手交扣在一起，做上一个30下到50下。大家再讲一遍我们撞的时候是这样的这样撞你看1、2、3、4、5、6、7、8、9、10看一下做的时候注意这个手不要弯而同时呢手呢是绷着一股劲做的时候你看手绷着一股劲去做这个动作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但是简单不代表它不好用，这是我在视频里面反复给大家强调的。有些动作它就是既简单又好用，我相信大家掌握了这个动作以后，就通过每天的练习就能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这个动作应该是我全网首发出来的，你们之前应该是没有学过这个动作的，所以呢，看完以后记得不要吝啬手中的赞给视频点个赞，并且把这个好的动作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为，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因为在这里会分享真正的养生小知识，让你自己受益。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欢迎大家观看道家气功气养专栏，教你用气调理我们身体上面的一些常见小问题。咱们今天讲一个非常神奇的，就是用气去打开我们腿部上面的经络。做完以后你会发现你局部的一个气血循环被打开，脚底热乎乎的，腿脚变得特别的轻松。那么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咱们如果没有看过第1期的内容，就是咱们专栏第1期的内容，教你如何引导气的，一定要先从第1期开始看。那么看完第1期有了这个气感以后，咱们再来做这一期视频的一个实操。好了，现在咱们来讲一下这个动作的原理。首先我们说这个气它其实是什么呢？它其实更多的是在某一个地方局部做一个经络上面的引导，加快一个地方的一个血液循环，从而打开我们的一个气血通道。那么今天这个动作其实也是一样，通过我们前面几期的一个视频，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能感觉到这个气的神奇之处。好了，话也不多说，咱们这个动作现在马上来教大家。首先咱们动作的第1步就是先把气感给它释放出来依然是我们双手的劳宫相对，然后呢向外向内的反复多拉几次，直至你的气感出现。
这一步我相信一些老的同学啊，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有了气感以后呢，证明你的手啊现在有一个往外放气的一个能力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腿啊这样敲起来，用我们的一个外侧的足踝抵在我们的膝盖上方，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然后呢，一手的劳弓对着咱们脚底中间的一个涌泉，这样对上去啊，一定要对准了，你千万别对啊，没对准，对着我们的脚底板了不行，一定要把劳弓，你看稳稳的对上去。对上去以后，你会发现一件非常神奇的事啊，就是这里啊，它是严丝合缝的啊，就是卡在上面啊，这种感觉啊，即便你不用力，也会感觉非常的舒服。好了，另外一只手呢，我们放在哪呢？我们把我们的劳弓对在我们的膝盖啊这里啊，就是髌骨下方。你去看这里有个小骨头，下面是一道缝啊，这个缝里面是软软的。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劳弓穴啊对上去，好，就把这个姿势啊给它摆好。摆好了以后呢，接下来你就不用去做了，你去想象一个循环，是什么循环呢？就是从我的右边把气啊走到我的左手。再从后方小腿后方把这个气啊移下来，脑中要有一个意念。好，我们来吸，每吸吐一次，你的手上啊这个意念就跟着走一次。来吸，吸的时候，你看我的手啊，这个意念就是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吐，回，好，再来吸，吐。我做3个呼吸啊，再来一次，吸，大家看，吐。这个时候，如果你再跟着我去做，你会发现有一种麻麻的感觉，从脚底啊往上去走，然后再顺着我们的小腿下来。其实做3次啊就可以了。这个动作啊，对你管不管用啊，就靠3次啊。3次做完以后，你下地把你的脚啊活动一下。你会发现，即便你什么都没做，这个左腿，我做的是左腿啊，就明显的比右腿啊要轻松很多。而且呢，如果我们能坚持啊10个呼吸，就按照这个姿势啊，我们坚持10个呼吸，你会发现逐渐的从脚底啊开始发热，然后你循经的这个路线上面呢，也会有一阵一阵的热感。这些都是我们通过气啊去促进我们局部循环的一个帮助啊。就这样，我们左腿做完以后，右腿也一样的啊，把右腿翘起来。翘起来以后呢，把这个手啊位置，你看一定要对好，位置对好，对好位置以后来吸，吐，一样的，你的意念跟着去走，吸，吐。就这样啊，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去做上一个10个呼吸为主啊。做完以后，感受一下小腿上面的感觉。如果你第一次做啊，感觉这个小腿上没有这种热乎乎的感觉，没有关系啊。你只需要往后啊再进行多练几次，逐渐的你会感觉这个热感是越来越强烈。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方法，经常做一做，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固肾气，提高腿部的一个气血循环，并且打开我们脚底上面的一个经络开关，从而调节我们的身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方法，现在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道家气功气养，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天气热了，有很多粉丝私信我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自己呢和家里面的老人啊同住在一起，那么老人身上总是会散发出一股味道。这种味道啊，就是浊味，就闻着以后啊，非常的难闻。他感觉啊，这种味道会快把他已经逼走了，就是和家里面人讲了，他们自己啊也闻不出来，也没有在意。但是一些年轻人啊，他就感觉这个味道特别的难闻，问我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能帮他们解决这个困扰。其实咱们说啊，人到老了以后啊，特别是老了以后，他这个饮食啊控制的还不好。还喜欢吃一些辛辣食物的，身上油脂特别大的这些老人啊，身上就容易产生这些老年味。老年味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代谢啊变慢了，一些废物杂质啊没有办法很好的排出来，这个时候啊散发出来的味道就是老年味。而且这个老年味啊，它非常的刺鼻。如果说你比如说再不爱干净一些啊，经常睡的这个被褥啊或者衣服啊不怎么更换，这个味道啊就会堆积在一起啊，变得
既难闻，而且还有一种厚厚的这种油脂的味道啊，就是非常的不好闻。所以在这里啊，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的身边或者是自己啊，感觉自己的油脂啊特别的重，那么我们要注意，第一个就是你的被套和你的身上穿的衣物啊，一定要勤换。一般来说，只要你能勤换这个被套和衣物，以及经常洗澡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啊，你的味道一般不会太重，即便有也是很轻微很淡的一个味道。因为老年味嘛，身上产出来这个味道是没有办法太好的完全的避免的。好，我们再说第二点。第二个，如果感觉这个淡淡的味道还是会影响到你，怎么办呢？好，我们再讲第二个方法。第二个方法也是非常有用的，就是你准备一瓶风油精，再准备一个小的那个喷壶然后把这个小的喷壶给它灌满一点这个水，里面滴2到3滴风油精，把这个盖子肘紧晃一晃，把它晃匀了。老年人洗完澡以后，你给他从脖子到身上给它喷一遍这样一喷下来，他这个身上的味道就直接没有了同时呢，你给他的这个衣服，对吧？洗完了以后或者是你的被套都可以给它喷一下这个时候呢，风油精它就会很好的把身上的味道给它盖住，取而代之呢，老年人身上也会感觉清清爽爽的。因为由于风油精的一个特性他们身上的这个油脂的一个分泌也会被稍微的抑制住一些。所以呢，把2个方法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个结合。这个呢，只是给大家的一个思路具体的，因为每个人家里面的情况不同，所以呢，大家可以从这个思路上面去参考去出发。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说帮助你快速排除宿便这个方法我自己尝试了就是说2到3分钟，它就会引起你这个肠胃的一个迅速反应帮助你去排便，效果是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方法是前几天我和一个同行在一起聊天，他告诉我的一个方法，又简单又快速又好。我们之前讲的一些关于排除宿便方法，我教大家了，就是在我们肚子上面运用手法刺激内脏以外力化气推动内脏去做的。那今天这个方法呢，它是属于远端取穴，效果呢比我那个方法更方便但是呢，这个方法它就对于重度便秘的人可能效果就不太那么好。如果你是轻度或者中度这种有便秘，效果很好，大家可以试一下。那方法呢，我就直接跟大家讲了，毫无保留那首先呢，我们就是取的是大肠经的一个穴位和小肠经的一个穴位，这2个穴分别是阳溪穴和阳谷穴。但是呢，咱们这个取穴又不完全是取穴不是完全取到这个穴上，而是我们这个手就是卡在咱们这个手腕上。这个卡呢，就分别就是刚才我讲的2个穴位。咱们把手往这个手腕上面一卡，然后大家活动一下手，你会发现你看这个这个小拇指这侧那有一个骨头，它有一个凹陷在里面大拇指这侧呢，你一活动也有个凹陷。好，就这2侧，你这个手往上一卡，2个手指一夹，好，怎么做呢？来回把你的手腕进行活动，2只手持续保持发力千万不要松松的，绷紧了以后来回活动，就这样活动，左右晃一晃，来回活动，力量一定要中等的力量或者更强一点的力量要给足够的刺激。如果你想要快，如果你想要2、3分钟就有反应，足够的刺激，按住以后开始活动手腕活动手腕，来回左右活动活动按住揉一揉，手转一转手指一定要放松，因为手指一抬起来，它这个筋就跳出来了手指一定要放松咱们就活动活动，转一转，活动活动，转一转，就这样保持按住重重按住2到3分钟左右，有的人可能长一点，会5分钟那你的这个肚子就开始响了。那有的人可能刚出来就感觉到这个肠胃蠕动有一个屁有的人可能做完以后立马就有这种上厕所的感觉了这都是有的。还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按完了以后就比如说我按了大概1分钟，我感觉没什么反应，然后过了2分钟，我这肚子就开始有感觉了所以说有的人呢，他松开以后才有感觉，就是我这样的。所以这个穴位我是亲自做的
效果很好，所以给大家分享啊。因为这个是完全绿色的操作，所以不用担心它有什么任何的副作用，而且这2个穴位本身对我们身体来讲也是有益处的啊。所以希望这个视频呢，你感觉身边有哪些朋友肠胃不太好，可以分享给他们啊，帮助他们。点赞、评论、关注，我是大伟，关注我的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肚子大，穿衣服不好看，想要去减肥，结果发现哪里都是容易瘦的，就是肚子上面挂着一坨肉始终瘦不下来。咱们说肚子上的赘肉和我们的代谢不好是有很大关系的，特别是久坐的人群他经常这样压着局部代谢特别的差，肚子就会越来越大。同时呢，肚子上面的脂肪分为2种，第一种是皮下脂肪，第二种是内脏脂肪。皮下脂肪呢，它最多就是咱们难看一些，穿衣服显得不好看。而内脏脂肪它会影响到我们5脏6腑的一个运化。最出名的就是脂肪肝很多人都知道很多人也有。那么怎么样去改善我们的一个肚子大？最好从内部的脂肪开始着手呢。今天教大家一个动作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把我们皮下脂肪慢慢的消化掉，同时加快我们局部的一个代谢，让内脏脂肪也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流走。那么今天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跟我做完以后感觉腹部酸胀有用，那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开始教动作。这个动作非常的实用，也非常的简单。咱们先做好，把腿分开支撑起来，然后上半身咱们要挺直然后把我们的手你看这样环抱在我们的肩膀上面，我们去做一个什么呢？用我们的身体去画一个8字这个8字呢就是一个横着的8也是一个无限的一个标志咱们就这样看，1往下挺身，你看绕挺身，这样去绕一个8字。配合着我们的一个呼吸你看，来吸气挺胸吸气，然后绕的时候吐气，一口气吐完，再在这个点吸气，绕的时候吐气这个时候你的大脑一定要想到咱们的这个动作。你看，先从我们的肩开始往下压画过来挺胸，再绕过去挺胸再绕过来。我们可以把双手放开，拿手指放在我们的腹部，按照刚刚的轨迹咱们去绕一下。你要如果说做的时候能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的腹部它有一个持续的发力，就是变硬又变软，变硬又变软，你能感觉到手下的这个肌肉是在做一个这个扭动它在做一个做功你这个动作做的就到位了。同时呢，我们感觉腹部肌肉已经在配合我们的运动的时候，我们把手就这样让它更好的能够得到一个刺激。做的时候一定不要快，缓慢的跟着我的速度把这个动作做起来，就这样绕挺身，好拉过来，你看挺身拉过来。刚开始做的时候咱们可以不用配合呼吸为什么呢？刚开始你配合呼吸你的气息容易乱。所以我们刚开始就自然呼吸，等到后面你感觉这个模式你的身体已经有了肌肉记忆以后，已经把它记住了，我们再配合呼吸你看挺胸，吸气一口气，然后吐吐，把这个8字给它绕完，绕完以后气也吐完了，第2口吸气再来如此反复。一般来说，我们画完一个8字以后我们算一次，每天去画上一个18到30次。你做完以后，腹部要有一种从内而外的一种火热的感觉小腹要发酸发紧整个腹部都要有这种感觉。那么这个动作对于你来说就做到位了。很多朋友做这个动作，不仅是感觉腹部有这样的感觉，同时呢，因为我们来回的这样的扭动，它的腰部它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这个是更好的。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把这个内容给它收藏下来，同时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感觉你跟着我做完有用的，是在视频下方打上2个字有用同时给视频下方点个赞，长按3秒给我一个霸气的赞。没有关注的朋友关注我一波，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